嗨，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小天使想要学习做眉毛，但是呢，他们就觉得老师，我是要学习雾眉好，还是学习飘眉好，还是学习雾眉加飘眉好呢？基本上这个问题呢，我今天慢慢的解答给你听，因为它有一点点也不算复杂，但是我慢慢讲给你听，也许你就会听懂了。其实我会比较建议雾眉的话呢，我们会比较像是初阶的课程；那飘眉的话会比较像是进阶的课程。那我们都会建议同学可能要先学习雾眉，再学习飘眉。我们在雾眉的课程里面呢，第一步要学习的是先把眉形给画出来。那把形状画出来对称之后呢，在这个形状当中呢，我们利用针法点刺的方式，也就是上下上下上下，那把颜色填满，基本上呢，这样就是操作雾眉，那难度也会比较小一点点。那如果是飘眉的课程呢，单纯只有飘眉的课程，当然第一步也是要先把眉形给画出来。当我们把眉形画对称，形状已经出来了之后，在这个眉形当中，我们再排列线条。这有一点点不一样了。刚刚是点刺把它填满就好，那现在如果我们是排列线条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啊，不就把线条画进去就好了。其实这个线条它在排列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，因为如果你线条排得好看，它就会是一个好看的眉毛。如果假设你的线条呢过度的僵硬，它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好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线条练得非常的柔和，那个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。所以如果一开始初学的同学一开始就学飘眉的话呢，他可能形状出来，他很难把东西排列进去，所以他就会非常困难的做完一对眉毛。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因为我们拿刀片在画这个线条的时候，如果是在假皮上和真人的皮肤上，又会有一点点触感的不一样。那这时候同学一定会会很害怕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同学先学习雾眉，再学习飘眉。不知道我刚刚讲的这么复杂，你有听懂吗？如果单纯只是学习飘眉的话，就有一点点像是我好像还没有学跑步，我就要飞，然后我飞到天上去之后，我不会降落，这样。那现在的客人是雾眉比较多，还是飘眉比较多呢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现在呢，因为我们2015年过后呢，有一个新式的雾眉手法，它是属于可以做出漂亮、渐层、有通透感的眉毛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啊，其实女生啊比较适合做雾眉。那如果是男生呢，我会比较建议可能要做飘眉加雾眉会比较好看一点，因为男生的眉毛他如果单纯做雾的话，我个人会觉得这样比较没有特色，因为男生的眉毛要有一点阳刚感，那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要飘眉会比较有个性一点，然后再带一点雾会柔和一些。那你就会问说，我是要学哪个好？要不然你就都学啊，就可以做男生跟女生了，不是吗？那这样子，我学做眉毛之后，多久以后才可以做客人呢？有一点点天分的同学呢，可能1-2次之后，他很快的就容易掌握这个技巧。但是有一些同学他是比较不容易掌握技巧的，但是这种同学不用担心，其实你只要认真练习，大概2-3个月，应该都可以学得会。那如果是比较有天分的同学，可能1-2个月就会学得还不错。但是我这个前提是认真学习哦，因为有同学来他是没有认真学习，那你学1年都学不会。好，学3年不一定学得会。你要知道啊，就好像我们在练书法一样。好，我如果认真练，我有天分，一定会写得很漂亮。如果我没有天分，我写一辈子都很丑。有天分或没有天分，其实都没有关系。最终我们都可以学到60-70分、70-80分。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，就是如果有一些真的有艺术天分的同学，他是真的做得会比较漂亮一点，他就可以在70分上面再加个20-30分，甚至100分上再加个20分，变120分。这种人都大有人在。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，希望今天的分析呢，你都可以理解也听得懂。那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呢，也可以欢迎你在下方留言，我都会尽量用拍影片的方式来回复大家。那 TV 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小天使们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方帮我按订阅，记得一定要打开铃铛哦，这样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。拜拜。